进入夜星约见，今年的第8号台风竹节草对上海的风雨影响逐步加大。怎么拆解这个死而复活的台风呢？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气象爱好者科普团队联合创始人王路成，另外呢，中国气象局上海台风研究所的研究员朱雪松也将会在线参与我们的讨论。主持人好，大家好。也想先从您目前拿到的相关的资料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这个竹节草的走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曼谷方面的行动，而泰国代理总理普拉坦韦差亚猜则表示，以上就是新闻夜线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咱们要不要捋一捋昨天新闻夜线的那个内容？我感觉看看他们提问方式，咱们挂挂钩。可以啊，那我们去会议室吧。然后昨天那个夜线约见，它叫积极应对台风复活赛，他请了2位嘉宾，一个现场的嘉宾是中国气象爱好科普团队的创始人，他是一个公众号，然后另外一个是台风研究所的研究员，就他连线的，好像这个是对，所以这一次整个的一个就是立意就是气象，那我可以从头到尾捋一下问题，可以说是问了4个维度的问题。就是第一个是介绍基本情况，然后第二个死而复生是气象的角度，是讲原理，然后呢第3个是一个新闻关联，然后跟北京的强降水相比，然后是呈现了哪些特点，最后是一个服务性的信息，就是你要怎么去认识这个事儿和你最后要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就是一个还比较清楚而且可以套用的思路。可以。太清晰了，在学习的时候都是100页。我觉得需要一个这样的朋友感染我们。我需要让一个朋友引领我。是，我也需要。那到时候我们拿到那个访谈嘉宾的信息之后，我们就先列4个方向吧，4个方向吧。我觉得是可以的。对，分配一下谁来问哪些。对。就是一个13，一个24。如果自己这个领域里面有的问题的话，就可以就自己来追。我可以申请1和3吗？可以啊，那我就来结尾。好。老师，这远看怎么穿的跟贵妇一样？忙了个毯子。准备怎么样了？我们现在正在模拟当中，正在押题。就是我们看了昨天那期新闻夜线，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给就是诗文把这个拉出来，我们一起聊一下。对，分析我们要怎么去提问，然后从哪儿什么结构设置问题会比较好。感冒怎么样了？好点了啊，行，能播。大概5点半左右出发啊。OK， 好的。还有时间，有什么问题来找我，但我不会做过多的答复。好的。几点去上班？5点半带他俩过去。5点半出发。5点半从这儿出发，计划6点半到那头嘛，留了1个小时总归够了。然后他俩先看你直播。对，但是他俩的稿子我大概在7点钟左右会给到他们。哦，他们现在还没有稿子？没稿子。那他们现在准备什么呢？他们看以前的夜线呢，在把脉，自己似乎在押题，似乎在押题，押题约见是什么？但我觉得他们押不中的那个题。太坏了，坏老师。就是那种老师看你自己在那儿划重点，然后心里知道我肯定不会考这个。你压哪个，我就不考哪个。但是再准备啊，就其实心理状态就会好一点。对，是热身儿，这身体已经热起来了，思维转起来了。好，那像访谈这块，就你来做开场。开场压力肯定很大，要衔接上一趴的内容。那我来做最后的时间的收束，无论什么情况，这个时间点我来控，那开头的时间点你来控。谁轮到下一趴的结束，下一趴的就是谁来控。如果我需要跟你聊的话，我会呼唤你。好的。约见的上一趴是评论，就是站播的评论。也不是评论，是夜线关注。夜线关注就是站播的。就其实还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是需要在很快的时间内从站播的地方走到做播的地方。有没有很快？应该有小片儿。站播真的很难，我觉得。为啥？咱们跟做播的区别在哪？我就站播过。我觉得站播首先就是你手就不知道你要怎么放，有些时候。你做播你就大在哪？就因为大家都是做播，
所以你如果要学他们的肢体形态，你也很好去模仿。但你站播的话就比较难了，就因为不同节目它的那个风格又不太一样。还好，我觉得这个程序上的东西咱们不用那么担心，今天晚上要对得非常清楚就 OK。好，你要拿电脑过去吗？我拿着我的板儿过去吧。走。该走了。好，加油！风萧萧兮易水寒，搞得这么壮烈干嘛？好像我要带他们去多么艰险的地方一样。拜拜拜拜拜拜，老师们，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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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必须凯旋，没有归来。对。到了，同学们，这边就是总部。我们去5楼。哇，这是实打实的了，真的来了。我的天！来，你们就坐这儿好了。好的。这个房间就短暂的交给你们使用。好，没问题。你们两个稍微等一下，我去把今天晚上要用的稿子给你们拿来。好的，好的。你冷不冷？不冷。好，可以先把我的你要冷可以穿上。好好，谢谢谢谢，我不用，搭在后面了。好嘞。稿子来了。哇，这么长。是这样的，我跟你们说，前2页是串联单。就今天整体的版面的安排都在这个上面了。稿子当中凡是这样被标灰的，一律都不用看。上面你看到有双，那就是2个人的。A、B 就分别是单人的。然后到了关注，每人都是有站播的。在串联词1.5之后的页线广告1、频道 ID 1和小片头1要完成一个转场，也就是 A 要转场过去。在这个时候，大概时间只有35秒时间。那么最后一个板块，我们也把它拆分开，反正都是坐播。这是约见的稿子，好吧？嘉宾在上面也已经写出来了。然后你们2个，待会儿看完稿子，找时间把提纲列掉。好。8点半提交一个约见的提纲给到我。好的。那你们2个先准备。好。好吧，我就先不打扰你们，我先去干我的活儿。好嘞。曾希老师晚上也有自己的直播。今天是台风，有特别报道，会有几路连线。哦，那我们是不是今天还要试机位啊？提前应该要早点上去试一试。哦，好混乱今天。今天会特别忙的。我知道。你反正连线交给那个凯旋就可以了。好的。就访谈。好的。还是第16届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召开社会救助法草案立法意见征询会。问专家。好。然后是在这边的，因为他是会先有一些访谈。感觉大家很自如的面对这个。我现在要确认的就是每次访谈之后，一定都会再 Q 一下小屏互动。四面部海啸疫情中心今天下午的监测结果显示。我们叶县约见的主题是爱宠进客舱，如何有爱无爱？惊天工程，陈一敏 offer 5的带教。陈律啊，是我们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5季的带教导师。那我觉得陈律的口才应该是非常好的，不太用担心嘉宾在表达这方面的问题。是，所以咱们可以尽情的挖问题的深度。这样就是我是13，你是24。那到我们各自那一趴的话题，就是各自来带节奏。好的，但是我们就是可以在边上有一些呼应，对，有一些呼应。OK， 没问题，姐在稳稳的。我有诗文，诗文的部分倒不担心，双人也不担心，但韵林的单人部分，尤其是流程，他要完整的放在脑子里。韵林现在扛的压力好大呀。一个话题大概设几个问题会比较好？你觉得？
这个串联单看起来是非常庞杂。我感觉先看最值得关注的话题有哪些。如果问的话，咱们可能得按照一个问的节奏来，就是由浅入深，然后由公众最关心的问题，然后问到一些延伸的有建设性的意见。我们以观众的视角来看吧。如果你知道了现在可以携带宠物上飞机这样的一个事儿，你最关心的是啥？大小、价格。我觉得2个点，为什么之前没有，为什么现在有？还有一个点就是直接从航空公司的角度去入手，直接就是开门见山，因为我们只有10分钟，好，我们没有太多时间由浅入深。好，那我记一下话题，你大概想聊哪一些？航空公司规定层面的话，我就是想问，首先是介绍一下对于宠物进客舱一个总体的法律规范框架，这是一个比较基础性的科普。我感觉这个话题有点像是法律和规则之间。那第2趴就是乘客的视角，携带宠物和不携带宠物的乘客的视角。对，这个是值得讨论的新闻节目嘛，它不是一个生活服务类节目。就比如说，你把你的狗狗带在你的座位旁边，邻座那个人怕狗该怎么办？所以它就有新闻视角。第3个话题，其实我有一个点想说，这个规定的一个变迁，就是从最开始宠物进客舱的时候，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定？那第3趴的主题其实就是变化。我觉得收尾是不是可以从未来的法律完善来讲？一整篇我们都已经说了很多当下的法律，那也肯定会提到一些法律的空白。那未来怎么样做，3方怎么做会更好？我觉得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收尾。对，那我先把这一块法律的完善列为趴4，我先把它列成第4趴。好。我先发给老师。先发给老师。接下来就到化妆间去改装。好，进化妆间吧，去吧，改装，然后就把那个你们衣服就放到这儿来吧。我和凯旋先去工作了。好，线下参观人数预计将达到35万人次。大会期间，专区项目路演60场，早期创业项目现场。据了解，这次推出的日校课程时间段设计的十分灵活，分为了3个。哇，他们这个倒计时更像是直播。历史早课为9点30分，意向客户超1200人次。3、2、1，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夜线，我是臧希，我是郭凯旋，这就开始今天的夜线资讯之旅。吸引800多家企业参展，展出3000多项前沿。原曾任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正在1天之内同时迎接海啸与台风双重影响。研究所副所长韩鑫，欢迎2位嘉宾走进演播室。在塘外作业区域、一线水闸区域、田间地头棚设计核酸检测点、地下空间及抽排处置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连线现场的记者翟玉森。看到现场积水正源源不断的。接下来台风的影响会逐渐的减小，这个时候对于防灾减灾工作来说，重点要向哪个方向转？今天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640架次，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9个月。涉案旅行社的经营者。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上海地铁路网的情况吧。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的路径？疾恐肯雅热，疾恐肯雅热，疾恐肯雅热。天津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在上海之余，我们马上来连线他。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浦东机场的 T1航站楼。我甚至这个风一下子过来的时候，我有点站不住了。在外滩已经是风大雨大的一个场景了。哎呦，你看他们也变化了。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再见。再见。时间差不多了，2位同学过去，我们就准备吧。哎呦，张鑫老师还有精力了，我要经历这么长一场直播，我感觉整个人就已经空掉了，就躺了，大脑一张开，绝对躺了。我是坐这边。对。你跟他们说一下，几位。行，我来吧。这个演播室是一个疾控的演播室，摄像机的运动全部是电脑控制的。正面的3个分别是3号机、4号机和5号机，其中4号机是拍你们2个人的，是一个双人的机位，然后3号机是你的，然后你的是5号机。好。当中还有一个6号机是摇臂，功能比较多，
他负责整个站播，2个人的坐播。这提字器当中呢，其实2个人有一个配合的问题，就是一个人在读的时候，另一个人尽量不要动。OK， 不是尽量，而是必须不能动，你会影响他。啊，和我们那天第一次考核的提字器不一样，这次是联动的，不是分开的。好，是我们试一下那个你们的2个的声音，还有我们之间的通话，都确认一下就可以了。好，你们2个听得到我说话吗？可以听到。好，可以听到。这样，我先把版面帮你们顺一下啊。我们先放一个大片头，大片头之后是2位的提要，提要以后的开始语是4号机。然后开始语读完，2位转6号机，这时候6号机在你们的右边，就是那个摇臂。好，然后提字器的速度你们2位看一下，可以吗？可以。好，准备25分开始啊，我们离正式开播还有1分30秒。那咱们约见的部分还是第1趴你来管，第2趴我来管，好的，第3趴你来管，然后问题就你来掌控，然后第4趴我尽量去问出来一个问题。离开播还有1分钟。展品手术实现双倍增，截至下午2点，大会接待了来自10多个国家的156个采购团组，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160亿元，线下参观人数预计将达到35万人次。线下30秒倒计时。我的天！哇，惊心动魄的30秒。掌控过我的恐惧又出现了。就是这个30秒倒计时。5、4、3、2、1，一闭。燃起来了，燃起来了，你又燃起来了。好，开口。开启资讯大门，盘点全天新闻。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夜线，我是张诗文。大家好，我是王韵玲，这就开始今天的夜线资讯之旅。好，转6号机。很稳，韵玲上镜还是？打开夜线封面。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落下帷幕。闭幕式上，31个项目集中签约，投资额超过150亿。涵盖智能驾驶、具身智能和机器人等领域，中国移动 AI 加新型工业化创新研究院揭牌。读下去。本届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7万平方米，吸引800多家企业参展，展出3000多项前沿展品，展品总数首发首秀实现双倍增。截至下午2点，大会接待了来自10多个国家的156个采购团，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160亿元。线下参展人数预计将达到35万人次。岛屿。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青年力量呈爆发式集结，35岁以下青年人才占到了40%。读下去。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实践，年轻一代正在以蓬勃创造力全方位释放 AI 领域的先锋势能。在本届大会的首次对外开放的 B2 展演空间里，一位16岁的 CEO 以自信、专业的表现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EA 坊。哎呦，专业，稳。开始之前，竟然我一度很紧张。项目集中签约，投资额超过去那边看一眼啊。好，2个人的开场不错，没有怯场，稳住了。有个问题啊，就是每一段你们2个人是要连着读的，不用停，当中不用停。张诗文，你要把身体也转过来一点，你不能只转头，身体不动。对，好，回来是台风竹节草的线配，2条是连着的啊。竹节草给它压到了，压着了呀，台风。3、2、1，走。此前我们报道了，原本已经停止编号的台风竹节草，在27号夜间复活，直扑我国华东地区。
今晚8点，台风竹节草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舟山市东南方约20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预计，竹节草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移动。尽管台风竹节草的移动速度不快，但强度正在缓慢增强。为应对逐渐逼近的竹节草，从昨天起，上海各防汛防台部门已经迅速响应，从疏散船舶、内水外排到物资准备、排查隐患，一系列应对措施全方位筑牢防汛防台安全网。EA 坊。好，我回那边，我不在这边看了，压力大了。西哥换了好几个位置了。其中，浦东新区拟启用集中安置点116个，计划集中安置近1.5万人。按照最新要求，人员转移安置将于明天上午9点前完成。好，回来是北京降雨情况的导语，2位导语准备。我们在附近也已经联系好了临时的一个避难场所。最后一句。记者洪慧璇报道。走。视线转向北京，截至今天0点，强降雨已造成北京因灾死亡30人，其中密云28人，延庆2人。今天北京降雨持续，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哦，跳出来了，切出来了。不是故意的吗？对，提示器被他关掉了。西哥，你跑到这边来关提词器。提示器被他关掉啊！哇！这个是真的，手上，西哥，哇！你给他们安排事故吗？会安排一个，就是灭提字器或者提字器给它乱了，给他们知道吗？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会有事故。不知道，这个不能告诉他们，从开始戏里就会有了，说戏里随时随地准备应对事故的，这不一样啊。今天北京降雨持续，部分地区仍有暴雨。那同时呢，我们看到个别点位的大暴雨，并且还伴有雷电。来看报道。EA 坊。干得不错，不错，很自然的过度低头，而且他马上找到了那个切口。这种应急说白了也就很简单，圆回来最简单就请看报道，就不会出错。所有导播都知道，提字器灭的情况下，你说一句请看相关片子，就知道放片子了。哦呦，懂了，厉害！好，刚刚提字器跳走了，然后现在把提字器进入到后面那条，3、2、1，走。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夜线，广告之后新闻继续。好，EA 坊。我现在需要去站播，对吧？对，没错，你现在要站过去啊，当心机器它会自己动的。好，我觉得诗文这儿肯定也得出点问题，得公平啊。站播没有桌子的支撑，拿着鼠标还要翻稿子，相对难一点，是熟能生巧的一件事儿。好，要准备了啊！小片头回来就是你，3、2、1，也 A。上时间准备啊，走。进入夜线关注，500元12节课，超高性价比的市民艺术夜校又来了。作为2025年上海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上海市民艺术夜校秋季班将于本周日上午10点开启报名抢课。据了解，此次推出的日校课程时间段设计得十分灵活，分为3个时间段：艺术早课、午间1小时以及都市下午茶。我们来看一下时间。艺术早课的时间为9点半到11点半，聚焦银龄人群和全职妈妈等，多在社区或者是居民集聚的空间。而午间1小时的时间段为12点到1点，多是聚焦在职人群，在办公楼里。9点半到11点，说完之后，我觉得你这种上大屏了都，而且你这事实性错误，你得改，你不能当自己没错。多是聚焦在职人群，在办公楼里、产业园区或是百人群。那么在课程方面更是包罗万象，既有传统的国风舞蹈、书法、乐器，也有紧跟潮流的手机摄影、插画。
甚至是实用的旅游日语和中式点心制作。哦，这是什么死坏的首饰？关提字器了。与此同时，市民艺术夜校进一步拓展点位，秋季班拟共开设600个点位，2300门课程。2300门课程，其中近半数为 AI 相关的课程。那么有关于这一些课程的内容，我们也想到它是市民美育日夜兼程、同时兼顾这样的一种设计的形式。好，爷准备啊，请看报道，快，不要找。那么首先，我们现在进到下面的一部分新闻。昨天，静安区人民法院对2名利用抢票软件抢购倒卖博物馆门票的00后男子作出判决，这也是上海首例相关判决。是随便找了一条夺下去了是吧？应该是就手上搞有啥他就瞎读了那个。前面一条片子漏掉了，是接不了了，没有按串联单的顺序来，他直接跳了。他是找到哪个是哪个。应急他不能说他随随便便就把这条片子跳过去了，而且他随便挑出来一条片子念，那如果同事们反应不过来，又该怎么办呢？导播本人还有放片子的老师，那全部都得跟他的顺序来调了，所有的片子顺序也变了。博物馆跳掉了，闭幕跳掉了，斯诺克也跳掉了，他的是哪个呀？他那条是哪个？哦，他会不会受影响？坏了，全部都。而抢手的行为同样涉嫌违法，将收到相应的治安处理。EA 房。好，现在是这样啊，前面一条片子漏掉了，再找回来。然后你现在要进到 WAC 观察闭幕不闭展这条片子，这条片子没有放出去。来，黄玉玲，你先让一下，你先回到你的座位上，他还有一条片子没有读完，没法交换，再倒回来，把这条片子再倒回来就行了啊。是与此同时这一条吗？第一句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在上海闭幕，你能找到吗？好的，还没有找到。你翻稿子还不如在提示器里面找，往上走。啊，片子还有10秒钟啊。10秒钟找这。提词器是极不好找的，因为一面就是20个字。好，准备啊！我的天哪！3，你们找好，停，到了，就是这里，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晚在上海闭幕，但在上海世博展览馆的展览延续到今天，整个展览参观人数超过35万，创下历史新高。好 ，EA 房。好，现在换人。换人，韵林。哎，你这么一说，那这场韵林没准能够。抢下分数来了。张老师已经为他捏把汗了。我天，诗文控制情绪啊，我觉得是要哭出来了。对。凯旋，你去带那谁吧。好，带嘉宾。好，那我直接在摄像那儿等了啊。对，带到摄像那边等。好。我现在想给张老师起个外号，挖坑之王，土拨鼠，土拨鼠西哥。啊，王玉玲，小片头回来，是我们博物馆不粘液的一个岛屿啊。好的。我真觉得整个王玉林的状态更松弛和亲切。因为刚刚解决完一个问题，人的状态就会提升。他有个自我的激励。5、4、3、2、1，叶斌。好的，进入叶县关注的下一个话题，已经举办了1年多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将于下月17号收官。上海博物馆将在展览闭幕之前连续1周开放168小时，这次在全球博物馆界尚属首次。今天上博发布活动细节，各类配套活动也已准备就绪。好，EA 房。但是声音的质量上，诗文确实还是有优势。但是播报状态，其实韵林还是。但这种东西我就觉得状态为王。状态啊，对普通观众来说，他就觉得
上海推动异地就医服务再升级，为了让更多的异地患者能够在上海看病，能只刷医保卡进行结算。最近，上海医保部门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冠心病等5种门诊慢特病也纳入了异地医保直接结算范本，基本实现了应开尽开的全覆盖。韵林没有被前面诗文大的失误影响，心态比较稳，战波的表现还是可以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以现象级热度创下了全球博物馆的单个收费文物类特展，持续放大现象级大展的溢出，带动了实际的效益，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丰收，为上海及全国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示范样本。1:1复刻的仿冒拉波布玩偶还带有防伪标识，在网上被当成了正品售卖。在彩票店买了4万多元的彩票，幸运的中奖10万余元，但男子不仅没有拿到钱，还在今天被判了刑、罚了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来看报道。约一访。好，回到主播台，我们下一趴是约见。你看他到那个民生新闻会好很多。是的，他生活化，笑眯眯。依林整体给我的感觉相对它是稳的，或者说是让我觉得舒服的，就是诗文有点慌乱和低沉。我就感觉他就是一种不在状态的状态。嘉宾来了吗？现在能带吗？现在上可以上，那先坐着吧。陈律来了。瘦了，是不是？哎，真是。陈律瘦了，对，下颌线了。好，2位准备了啊。片头回来就是你们约见。5、4、3、2、1，阅兵。好，2位准备，4号机。走。进入夜线约见，我们要聊聊宠物进飞机客舱的话题。继南航、东航等多家航司推出宠物随行服务后，近日春秋航空也加入了宠物进客舱行列。随着宠物进客舱日益普及，人宠双方的安全是否能够得到保障，也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敬天工程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义敏律师，来共同探讨这一话题。是不是长得有点像西哥？对，整体的形象状态很像西哥。陆荣飞卡到0.07啊，0.07 10分钟。好。陈律您好，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新闻夜线。首先想问一下您，关于宠物进客舱这样一个事情，您有过之前的了解吗？主持人晚上好。这个事件应该说这是目前还是相对比较新或者比较小众的一个范围。我们国家呢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对这个事情呢做出一个明确的立法，所以这个只是各家航空公司对这个事情有不同的规定而已。所以说，其实这个事情您认为还是比较新的，但是其实呢，现在像我们的各家航司对于我们的这个宠物进客舱的一些具体要求非常的不同。就比如说像吉祥航空，它对于宠物的定价是1只1500元，那像我们东方航空的1只定价是1288元。那同时除了价格之外，其实在比如说箱子的大小很多方面，其实不同的航司它都有不同的要求。那您认为这些规定它是否有它的依据所在？好的。既然没有法律规定，那么各家航司自己的规定，这就像一个餐厅、一个饭店，他开着饭店，我自己的定价权是在我自己这个商店。那我这个我这个餐厅的菜卖什么价格，那当然是我自己定的。航司在这方面他是有自己的权限的，没问题啊。其实您刚刚也提到航司在这方面是有自己的权限的，但我也想问您一个问题因为其实我最近也在网上看到，访谈时间还有7分钟。现在是不是第1趴还没结束？这要赶紧进第2趴了。最近也在网上看到，我们这个宠物进客舱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它是需要有非常多的相关的文件和证件的批复，然后才能顺利的走这样的一个流程。但是其实也有一小部分的人，他们选择了钻空子，比如说用一些假证件去进行这种假冒伪劣，那这种行为肯定是特别不对的。那想问一下，如果说有旅客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他会不会受到一些相应的法律后果？这个
首先，像我理解啊，就是说宠物进客舱，这整个一个法律行为，它是一个从民法典的角度讲，它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要事行为，就是需要满足一定的形式的。比如说我们常能够理解到的，比如它需要提供动物的防疫证明，这个打过疫苗的证明，然后还要符合在它这个规定的尺寸的箱子的包装，符合它的包装，然后上了客舱以后，在指定的位置还是怎么样，还能聊6分钟。4趴内容，这第1趴已经过了一大半了，诗文还没发过言。法律相关的问题很难1、2句就说清楚，但是时间有限，提问就要直指核心关键问题，语言要简洁，还要控制好访谈的节奏。现在时间过半，提纲才推进了1/4，显然时间是不够了。所以这里面有不同的层次的责任的这个区分，要看它造成的后果有多大。好的，谢谢陈律。陈律刚刚从这个具体的情境当中分了3个非常清晰的层面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想要送自己的毛孩子上天，大家一定要合理合规的走相关的法律程序，该有的文件一个都不能少。访谈还有5分钟。刚才陈律您在您的分享中也提到，大家愿意带着自己家的毛孩子上天，肯定是因为特别重视我们的这个宠物。宠物在客舱的过程中，它可能都要待在一个比较狭小的空间里，这就很容易导致宠物的应激反应。那么，如果宠物在飞机的飞行过程中产生意外甚至死亡，那这个责任是怎么划分的呢？这个我想了解，这是好问题。张诗文把自己问题给砍短了。应该说，我们还是要划分看这个造成这个责任的原因是什么。首先，你得查清楚原因是什么。就像我们法律关系还得透过现象看本质。其次，航空公司在这当中一定是会承担一定的责任的，因为是在你这个客舱，然后你航空公司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得看具体的情况加以分析。好的，感谢您的分享。那既然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宠物的这个维度，那我们也想，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宠物高声的吠叫，甚至是咬伤人，来干扰了乘客的日常休息，甚至是造成了一些更严重的后果，那么这个责任是会如何划分的呢？对，这就接着你刚才讲的这个前面这个问题一样道理。第三方造成的损害呢，我们也得来首先判定这个责任是在谁。比如说，一方这个你去看到人家带了一个毛孩子，也比如说那个乘客，另外一个第三方乘客他去故意去惹这个毛孩子，那你肯定自己也有责任，对吧？假设是他这个管理不当，他自己跑出来了，他来侵害了别的乘客的利益，看是民事责任还是刑事责任。再次就是航空公司你也有责任。诗文的问题问的其实更聚焦、精准，而且他这些问题又都是因为时间的关系进行了修改、压缩，挺加分的。是的。访谈时间还有2分钟。听了您的分享，我们意识到的是，宠物上飞机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它是一个刚刚出现的新的变化。那么我们也想到，能带宠物上飞机，其实是一个公共管理精细化的这样的一个很有人情味的变革。那么您认为，在您的之前的职业经历里，法律应该通过一种什么样的角度来帮助这种有人情味的公共政策，能更好的保护到所有人，让喜爱宠物的人，还有飞行上的这个乘客的安全和自己的权益都能得到保护呢？真厉害！他删了几个问题，应该是他的一个策略。然后现在正好时间也好，给的时间到了啊，然后嘉宾回答完这个问题就可以收了。好，法律本身追求的就是公平。我们想要完善达到的目标，就是在整个这样一个构建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法律关系当中，所有出现的主体都能达到权利义务的对等。你要承担义务，但你肯定也对应的会有权利，没有单方面的一方偏颇一方的。所以法律肯定是朝着完善这个脚步，完善这个事情的各个方面的角度去往前走的。明白，谢谢陈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其实刚刚您举的这些例子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其实这些反面案例都像警钟一样，时刻敲醒着我们法律的威严。谢谢陈律，谢谢您，谢谢主持人。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夜线，广告之后新闻继续。